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我现在在捷运信义线的起站广慈丰田宫站2号出口。我今天的敬老卡之旅不用搭捷运，因为我家就在广慈丰田宫站附近。捷运信义线东沿岸已经接近完工了，所以广慈丰田宫站最快可能6月底就会启用了。那到时候启用之后，大家就可以直接搭信义线抵达这里。那造访附近著名的四兽山风景区。我今天从这里出发，造访附近2座大庙：松山奉天宫，还有松山慈惠堂。这边就可以望见松山奉天宫的香客大楼。松山奉天宫，俗称天公庙，主祀玉皇大帝。这边有阶梯，那前面那里有电梯，前面是电梯。那我就走阶梯好了。松山奉天宫，四兽山纵走的虎山登山口，就在奉天宫与香客大楼之间。前面那里就是虎山登山口。旁边这里是香客大楼，禅房在2楼。将来信义线全线通车之后，要造访松山奉天宫就会变得非常方便。从捷运站走出来，不用5分钟，包括搭电梯的时间，就可以抵达奉天宫了。2楼禅房，我也要特别推荐一下松山奉天宫的禅房。这里距离捷运广慈奉天宫站5分钟而已，所以如果来台北旅游或是爬山的话，那可以选择住在松山奉天宫的禅房。从禅房下面的巷道走出去，那里就是广慈奉天宫站2号出口。前面这里就是虎山登山口。将来广慈奉天宫站启用之后，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在下午的时候搭车来到这里。那从这里走四兽山纵走，虎山、豹山、狮山，到象山的时候刚好是傍晚，那就可以在象山欣赏夜景，然后再从湖心街那边下山。我今天的行程是宫庙之旅，所以我没有打算要登虎山。不过我想，我就爬一段，这边大概110阶吧，我就爬到虎山日本洞去看看，因为前一阵子政府已经收回日本洞。那将占据在那边的龙山宫拆除了，那不晓得后续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度？那我就爬上去看一下，然后再下来。现在政府已经收回日本洞，不过只是封闭起来而已。还没有开始进行修复。日本洞后来被占据，设立龙山宫，所以日本洞也被称为龙山洞。哇，现在这里变鸡舍了。日本洞开凿于2次大战期间，是日军新镇的一个防御碉堡，应该算是现在台北市保存比较完整的日军碉堡阵地吧。当我们小时候在这边玩耍的时候，称它为日本洞。后来不知道从哪一年起就被占据了，变成宫庙。那我是蛮希望这个日本洞能够被登录为历史古迹，然后将它加以修复为原来的样貌。侯孝贤的电影《恋恋风尘》，当时男主角在外岛当兵，都在这里取景。日本洞就是在这座小山丘上开凿的碉堡阵地。这边还有一个入口，洞口旁边的石阶就是通往虎山人线、龙山洞，这里也封闭了。
山脚下是刘公国中，就是以前的中皮。那远处是松山慈惠堂。以前许多外来的游客都以为这里是松山区，因为这里有松山奉天宫、松山慈惠堂。那确实是没错，早期我们是属于松山区，后来因为台北市东区的发展，人口渐渐增加，所以后来从松山区划分出一个新的信义区。接下来我就原路下山，走往松山慈惠堂。旁边就是刘公国中。对面就是刘公国中。今天是星期日，校园有开放，所以从松山奉天宫下来之后，就可以直接穿越刘公国中的校园，就可以抵达松山慈惠堂了。永怀刘公，刘公国中创立于民国68年，由刘公农田水利会捐赠中皮原址，兴建学校。这里是刘公国中的篮球场。那边侧门出去，前面那里就是松山慈惠堂。请随手关门。例假日、国定假日都有开放，从外面就可以直接推开。四寿山市民森林。这个登山口右侧是往虎山西步道，左侧是虎山自然步道。从捷运后山埤站2号出口走出来，大约15分钟就可以抵达这里了。那将来广慈奉天宫站启用之后，要造访这里就更方便了。我现在走往松山慈惠堂。松山慈惠堂这里也是有香客大楼，这边的香客大楼环境也很优雅。就在虎山西自然步道旁边，不过当然交通上就没有松山奉天宫的香客大楼那么方便了。松山慈惠堂近年来在后方又新建了很多新的建筑。松山奉天宫主祀玉皇大帝，那松山慈惠堂是主祀瑶池金母。不过玉皇大帝、瑶池金母我都不熟，我比较熟悉孔子。孔子说“祭神如神在”，那我就进去参拜一下。
松山慈惠堂是我们信义区非常著名的庙宇，历届的总统大选、台北市长选举候选人必访的宫庙之一。这是新完工的母娘文化馆。不知道有没有开放？没开放。现在看到的建筑都是近年来新建的。这里可以接回松山慈惠堂的本栋。这里有无障碍电梯。我要离开松山慈惠堂了。刘公国庄的侧门。这是福德国小。福德国小不是我的母校，是我孩子的母校。福德街，中坡南路，福德公园，福德街。我回到广慈丰天宫站了。今天走的行程是轻松好走的信义线宫庙之旅，造访2间信义区的大庙：松山奉天宫、松山慈惠堂。等广慈奉天宫站启用之后，欢迎大家来走走。那我也推荐这边的松山奉天宫，还有松山慈惠堂的香客大楼。将来广慈奉天宫站启用之后，也欢迎大家来走四座山纵走，后把山丘，到象山看夜景。我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